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缅甸 KK 园区最近的事情非常的多，尤其习近平现在正式的出手了，缅甸军方也获得在中国大陆的澳援之下，针对 KK 园区这边做了一个大扫荡，被炸成了焦土这个园区，另外还有千人大逃亡，甚至跳河溺毙，血染边境。我们今天会来揭秘的是妙瓦底诈骗帝国的一个血腥黑幕，赶快来看到是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缅甸边境最长的这个黑暗炼狱。妙瓦底 KK 园区被视为是东南亚的诈骗帝国心脏，是人间炼狱哦。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帝国现在由于大陆出手的之下，缅甸军方有了中国大陆的强烈支持，我们看到它连续的4天对 KK 园区进行这一场猛烈的空袭跟爆破行动，园区的建筑直接被炸成毁为平地了。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包括呢大火吞噬建筑，还有爆炸声，整个震到了泰国的边境。那么建筑碎片甚至飞越河岸 ，KK 园区现在变成了一个废墟。在爆炸之后看到的现场状况，就是有数千名诈骗集团成员，他们开始大逃亡，逃到哪里呢？有的人甚至是骑着摩托车啊、机车徒步逃窜，宛如是这个战乱的难民潮。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个逃亡潮是在缅甸的军政府在做炸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也有人是直接逃命跳进这个边界的河，叫做莫伊河，却再也没有上岸。就在这个莫伊河，上千人跳河哦，造成了溺毙失踪，更是血流成河。泰国这边做了一个正式的统计，在这一次的逃亡当中，有400多人是印度人，另外还有菲律宾跟中国人都被抓到了。干哥怎么看？为什么缅甸军方这一次突然间开战式的清剿？到底现场状况有多危急？要我说实话哈，缅甸军政府你最好做一次真的，不要用这种方式啊来进行无谓的人命牺牲。为什么？你用炮击是什么意思？你今天要对付的究竟是谁？你现在你的目标应该是克伦民族联盟嘛，对不对？因为妙瓦底园区的这些诈骗中心都是克伦民族联盟在支撑的嘛，都是军阀在这个就说保护他们。为什么？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你们的经济也弄不起来。这是我今天必须要说一句实在话，习主席你一定要支持到底，就是说对于妙瓦底的这些 KK 园区的这些诈骗园区，你一定要就说尽全力，因为中国的确。当然，在国际上面他们是不能够承认什么，可是真的中国军方是支持了缅甸军方来进行这次的扫荡。大家刚刚看到画面，其实在画面之前已经通知了泰国。我跟你讲，我现在要炮击我们这个泰缅边界的这个园区啊，然后请你们的村民注意。然后其实 KK 自己本身也知道，但他不知道缅甸军方是出手这么重。真的开炮了，而且用了什么？既然我说句实在话，缅甸空军能不能载炸弹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飞机。结果这次真的载有一架飞机就载了2颗500磅的炸弹丢下来，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他们空军很弱，结果他们今天空军真的载了炸弹了，那是老式的美国炸弹，真的丢到园区，不过人已经都撤光了，那开始逃亡，大家就很惊恐，结果有3个人在河里面溺毙。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观察家直接讲，有30个 KK 园区，要不要通通都消灭？200名菲律宾人，快200名中国人，400多名印度人，这是你看到的账面。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人？2000人，2000人来自21个国家，这21个国家代表他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进行诈骗，所以逃命的有2000人。那你还有更多的人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是划作安全区了，没有在军政府的剿灭范围之内。这一切都是为了26号到28号的东协高峰会所做的样板，所做的门面给大家看。我有做了，做给你们看。在中国的协助之下，还出动了无人机。无人机这一次中国最大的收获是在当地看到自己的无人机怎么样发挥升空攻击以及侦察的能力。这在下一次的战争之中会变成中国非常大的资产，
跟它的策略运用，我觉得这一部分这一方面，对于这次的突袭的来讲的话，可能中国是最有收获的。可以看到说，我们下次怎么样用无人机来进攻，对于大规模的这个范围的这个扫荡是有意义而有用处的。所以在这个底下，我真的很希望说 ，KK 园区它就算是暂时被消灭，它会不会死灰复燃？会，因为没有改变的是缅甸军政府的态度，以及它危害全世界经济体系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样态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我的观察。好，所以这一个军政府这一次的大动作，或许是演一场戏。那接下来会不会死灰复燃？因为刚刚讲了嘛，这一些诈骗园区的人逃出来数千人哦，他们可能逃到泰国，那也有可能逃到不管是柬埔寨或者是辽国等等。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样的行为？等一下请大使来持续带我们看。另一方面，刚刚讲了，这背后缅甸之所以这次可以这么的成功的重要。工程就是因为北京在后面出手，他们提供了包括了数千架的无人机进行侦查跟做打击。那当然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百姓，避免这些跨境犯罪的毒瘤。那刚刚也说了嘛，这个连炸弹都下去了，看得出来这一次大陆是出了一个重手。大使又怎么看？对，事实上，中国大陆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些境外的诈骗集团把它彻底消灭。因为是境外的，所以就比较困难一点。本来我们前2年都在谈那个果敢地区的4大家族那现在这个4大家族，我看最近不但老早全部绳之以法，而且全部在法院都已经判刑了都是死刑。什么沈家、什么明家、什么刘家这些第2代都判死刑了所以果敢地方就解决了。可是缅甸还有2块地方这 KK 园区只是还剩下2块中间的1块，另外还有就在金三角，听说也是一样。那为什么都在这样？这都是3不管。缅甸政府它的力量也到不了，然后呢，外面又有泰国，又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在这边那这个妙瓦底，其实我去过，我现在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他那个时候我们在泰国服务的时候，有时候一想到缅甸去看看他说那你到妹塞。叫妹塞是一个跟这个缅甸边界的，那个时候边界你就随便走过去了，所以我还进过缅甸。后来想起来就是现在妙瓦底，就是 KK 园区。那现在泰国政府事实上也已经跟这个 KK 园区把它划分了就是说划清界限。为什么泰国会有一点点瓜葛我觉得最主要克伦基本上在这边是主要民主，他是一个叛军，所以缅甸军队也进不进来。那它事实上的话，你知道泰国跟缅甸关系也不是那么和睦，传统以来就不和睦，所以就给了这个克伦族一个怎么样，一个生存的空间。那克伦族说实话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勉强能够生存，可是这些各地的这种诈骗集团头子把它带来大批的裁员，所以克伦族变成他们的怎么讲，变成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守护神。可是问题，克伦也没有那个力量对付真正的缅甸的这个政府军，所以呢，克伦可能某种程度也去找缅甸政府军做后台，所以这一个东西能够诈骗集团能够在缅甸这，你可以说它也是一种某种程度国营企业的一种分支那就变成就跟英国人以前不是也干这种事，英国人以前种鸦片对不对？跟这些国际到全世界贩毒国家干这种坏事的英国人就是所以这个历史上他也洗不清的。那你现在缅甸军方要凑点钱，那这些人日进斗金，大家都有钱。不过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强大的压力下，缅甸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不断的窜逃的。他今天跑到 KK 园，跑到这个妙瓦底，还有在金三角，还有一个地方也很严重的。叫柬埔寨柬埔寨这个，你看我们很多台湾的年轻人被骗到柬埔寨，弄不好就怎么样，连这个内脏都被人家取了，然后呢被打得遍体鳞伤。所以这个国家纵容的或者国家参与的这种国际犯罪事实上话不只是缅甸那不过最近我觉得缅甸为什么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发觉美国也开始受害了。美国说他们调查1年有被骗，老百姓被骗了100亿美元。
所以前一阵子就有个传言，就是说美国国会开会，然后叫什么？叫这个星链计划，马斯克星链计划切断他在 KK 园区的给予他们的这种星链的这种服务。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施压泰国已经对 KK 园区断水断电，尤其对于他们的这个网络给它切断了。那网络切断以后，它要靠什么？它要靠星链，就跟那个在乌克兰的那个乌军一样，没错，它没有 Internet，它就靠星链。对。那美国现在也切它的星链，那美国会切星链的话，美国事实上也会发觉他老百姓的受害者，所以呢，美国应该也出手了。那现在这些诈骗的这些中国大陆骗还不够，泰国本身也受害，日本也受害。韩国也受害，所以我觉得这些诈骗集团最后就自取灭亡了，它变成世界的公敌的时候，它就活不下去了。是以前在这个金三角早年的时候，这个吸鸦片是公开的，可是当各国受到这个海洛因的毒害以后，大家一起说海洛因要把它去掉的时候，海洛因就没有地方生存。那现在这种诈骗集团中国大陆受害，美国也受害，泰国也受害日本也受害，韩国也受害的情况之下，它的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它从 KK 再窜逃到别的地方困难就越来越多了。是好，这个跨国的犯罪组织涉及到非常的多的国家，那当然了，背后也会有一些黑帮的势力。现在我们要来看到是这个华人在这背后当作黑帮的主导，他们透过的是虚拟货币的交易、人口贩卖，还有奴役劳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诈骗的犯罪集团。那从太子集团惩治，一直到帕劳诈团，到包括了崩牙居等等的势力，形成了现在在东南亚各个角落。尚志哥怎么看？我们现在看诈骗集团，传统以来它还是有一个这个土生土长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黑帮的可能性最高，我想推论都可以推得到，历史上都是这样子。但它原始的长成是透过官商勾结。那官商勾结从原来小地方的，比如说小的军纪的这个茶器的勾结，到慢慢越扩越大。我想这个部分无论在柬埔寨，包括在缅甸都看得到，因为它最后越勾结到中央。为什么这样讲呢？坦白讲，你说真的。诈骗不好打吗？如同刚刚大所提到的，你如果把电力、水电断了，如果你把网络断了，乃至于你把金融转汇这个途径断了，其实就断了吧。我想以中国大陆在查气也都是顺藤摸瓜，因为过去没有经验，他们也查了这个诈骗集团从打柬埔寨到打缅甸打了10多年，在中国大陆摸索过程里头，其实先前掌握一个曾经在大概第3年掌握的关键什么呢？就是把诈骗集团，因为他们赚了钱要汇回来给自己家乡的父老跟太太嘛，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汇款的这地方控制住的时候，就发现能够顺藤摸瓜，可以逮到这些诈骗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讲这3个途径，如果你要做，你说现在真的要来用轰炸的方式吗？轰炸真的就是表演啦。如果你存心要断掉这种网络，包括电力跟汇款，那我认为现在最大的关键真的是汇款。